我们两个也是经历了一些波折才走到一起，结了婚，生了小孩，一切都挺幸福的。但是由于我的工作原因，经常就是在外面出差，很少回家。对此他有很多怨言，每次回家我们都经常吵架，最后都离了婚。但现在他又开始找我复婚，我真的不想再在一起了，我也不想再追究中间的一些事情，我是真的不希望你再纠缠我和我的家人了。曾经有过一段婚姻，女生现在想复合，男生却不愿意。老师们，他们该怎么办呢？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曾经的那对夫妻。男嘉宾阿杰32岁，来自湘潭销售经理；女嘉宾小周30岁，同样来自湘潭，是一名职员。来，有请两位。还是那样一只装着彼此并不了解秘密的密码箱。两位愿意在这个现场把这个秘密公开吗？愿意。结婚几年？2年。离婚多久？离婚有将近1年嘛。离婚是谁提的？我提的。现在复婚是谁提呢？我提的。当时就是说我离婚确实是蛮生气的，因为我一个人操持这个家，一个人带着孩子挺辛苦的。然后当时本来离婚的时候他也说没有参加。不是当时我跟你说了，当时这个项目上面出了一个状况，才临时公司派我出去。那你为什么离婚？就是因为辛苦，对吗？因为确实一个人挺不容易的，我当时真的是特生气，那我现在想问的是说，为什么你又想复婚了呢？我还是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，虽然抱怨他，但是其实我还是蛮在乎他的。也就是说，离婚的时候是一时冲动，是吗？当时我觉得也是他的一时生气，当时我也同意了。那为什么你现在不跟我复婚？你当时说的好好的，当时都说了，我什么时候想复婚都可以。那你现在是不是有别的其他的想法了？不可能，没有其他的想法。那你没有其他的想法，你为什么不跟我复婚呢？在一起的。现在我的工作情况以后也是这样，也是经常还是要在外地经常出差。每次一回来不还是跟我吵吗？那你之前不是说了，你工作只要搞几年你就稳定了，你就可以回家？为什么你现在就这样子了？是不是外面有其他的女人呢？别胡说八道。什么女孩子啊什么的，反正现在也容易。说实话，我作为男人有些话真的不想说。你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你应该问问你自己，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刚开始的话我还是同意。一个继续顶过来，那你里面说了什么话？我想你，没有你不能活了。从我们没离婚的时候就开始聊起，而且经常是聊到晚上11、2点钟。你跟他哪有这么多话说？那是一个同学，就是因为当时就是说我们也是一个同学聚会上面，然后碰到面的嘛。然后当时他也是离异的，然后因为我一个人带着孩子，有时候就是说干嘛的都没有人，他也不在家嘛，然后他爸妈也不在嘛，就没有人帮忙。然后但是我一打电话他就过来帮我，但是我真的跟他没什么，我也没背叛我们的婚姻。而且那个男的发的信息我也看了，看你们说到你们以前美好的时光，哪里这么多美好的时光啊？你们到底就是他那时候帮我承认他确实是对我有点想法，但是我一直没有回应他。这个节目也是想听一句实话。但是我一直跟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但是我一直跟他也没什么，我就没有背叛过我们的婚姻。我承认我确实在离婚。就是你现在跟他复婚是为了什么？你的描述里面就是说你们结婚以来，他从来没有尽到一个丈夫的职责，他未来还是不会尽到。其实我在想，就是他们等于孩子1岁多的时候离婚，就是最苦的时期，因为我也差不多你熬过。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嘛，我不想我的孩子在单亲家庭长大。那你离婚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呢？当时没想那么多，当时就是生气啊。好吧，事情已经摆在这儿了，老师们觉得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女人要的是男人的呵护，男人最看重的是女人的忠诚。
这件事情上，首先丈夫没有对老婆孩子的呵护，就在男人心存愧疚想要复婚的时候，发现了原来他最看重的忠诚不见了。这个事情解释不清楚了。你现在再说1000遍10000遍，我真的没有什么，我真的和他没有什么。别说你老公不相信，听众也很不相信。离婚前、离婚后、离婚前多长时间？7、8个月。为什么离婚？想要换个新生活。你的老公依然能相信，没有别的男人插了一脚。而男人最看重的就是这个坎儿啊，很难迈得过去。最起码你老公现在迈不过去。是的。但我真的没有什么呀。没用的，我说了，你又说了一遍，你又徒劳的多说了一遍。反过来，你确实愧对他们母子俩，你不觉得吗？有一个人在外面打拼，不也是为这个家？是为这个家。一个人也为这个家有多种模式。你给家里挣了10层楼有什么用啊？怀孕的时候不在，坐月子的时候不在，孩子长大的时候不在。工作是为了家，不能只是为了家在外面打拼不回去陪伴呢。你这个理由说不通，兄弟。为了升职，牺牲了家里的幸福，对不对？为了个人的事业，牺牲了孩子，委屈了老婆，有没有？确实愧对他母女。但是就算1万个愧对，也迈不过心里那道坎，对吗？我不看好他们今天能携手。女生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真的相信你们没有什么，但是在外遇这个问题上，有一个主观判断的前提，就是夫妻2个人或者情侣2个人之间，一方只要认定一方有了外遇了，没有也有，这个没办法，他太个性了，真的。所以说来说去，异地恋最可怕的不在于焦急的等待，在于不知道等待的期限有多长。老公也是，不是恐惧那段时间你不在身边，而是你恐惧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，你永远得不到答案。所以我最后的建议是，尽量对孩子好一点，对你曾经爱过的人好一点。你不是为了事业吗？在你能补偿的范畴里面，对他们好一点。女生，我觉得你的重点应该不是寄希望于说让他去相信你，你应该想一个更好的方法，让你自己开始一个新生活。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说，就目前而言是比较现实的一件事情。说一组数据吧，关于异地恋，我们采访过有1年以上异地恋经验的，其中53%会分手，而在分手的人的当中，14%是因为第三者趁虚而入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异地恋沟通减少，甜蜜的时刻少，还有一些客观的那些生活压力，的确会有一些人出轨。但是出轨分2种，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。我个人倒是愿意相信女孩是精神出轨，但是精神出轨我们也做过调研哦，60%的人是不接受对方有过精神出轨。但是我们梳理一下，真是过错都在于女方吗？我们如果按照时间点或逻辑线来说的话，其实是你导致的。你所追求的那些事业有成，包括规划的锦衣玉食，是他想要的吗？恰恰不是。他想要的是什么？一个触手可及的老公，一个呵护孩子的老爸。他要的是这2个角色。你有做过这点努力吗？你有意识到他真正心里想要什么吗？你没有。你在外头去打拼，给家里寄钱，没错。但是真正满足到了谁的内心的虚荣心呢？是你自己。你敢说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在享受这样的工作生活吗？那恰恰这会儿你的老婆在承受着什么样的压力？我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怀疑，你不得已被派到外地去出差的时候，你一段时间之后，你形成了一种习惯，你习惯了一个人这样子，你习惯了不去承担孩子刚出生所谓的那些辛苦。说的太对了，真的。因为以前我在外企的时候，我周边有很多的这样的人，工程师，有家室，但是他非常喜欢出差，非常享受那种在差旅的，然后那种生活。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你的老婆这种错误完全100%都是在于她身上，你有推力，所以你们俩各自都有错，好好想一想能不能在一起。如果还想继续这份爱情的话，不要在异地了，先解决怎么在一起的问题，才能再谈今后你们在一起恋爱的事情。人类需要联想，但人类也害怕联想，尤其是男女之间，最怕的就是似是而非。
你无数次在想象他跟那个男人在一起干了什么，那我可不可以反过来想象一下，你这2年在外面有没有也干点什么？我也可以不信啊，我不是说你真有什么，我是说大家都可以联想，可以把人想得好，也可以把人想得脏。想象一定是平等的，还没有任何东西的约束。如果要说不平等，只能说一个人善不善良。善良的人不会往那儿想，只有心里脏的人会更多的往那儿想。长时间的分居会有3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无聊，第2个阶段是寂寞，第3个阶段才是真正的孤独。所谓的无聊就是，我同意涂老师那段话，想象很可怕。你想象它是干净的，它就是干净的；如果你想象它是不干净的，即使它是干净的，它也是脏的。我跟涂老师看法一样，我希望他们还能在一起，因为人有时候可能经历多了，你才会发现原谅会让你的生活变得不一样。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我真的跟他没什么，我只想说，现在就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，相信我，然后也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完整的家。其实我还是很爱你的。确实，我心里现在有点过不了这道坎。我也知道你为了这个家、为孩子付出了很多很多。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一次呢？我真的跟他没什么，不能为了孩子原谅我这一次吗？我真的跟他没什么。我觉得我们现在还相互多了解一下。来，请交换你们的秘密。我觉得先生说的挺好，多了解。谢谢2位，请回。请关门。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请你们拿起手里的表决器。如果你是这个男人，你的选择 A 赞成我复婚， B 反对坚决不复婚，请选择。现场有75%的观众说我不原谅，听听大家怎么想的。小伙子，75还是25？25。原谅是吧？对，每个人都有做错的时候，对吧？我觉得应该也是原谅这个女生，因为这个女生所犯的错误包括精神出轨，这男生负很大的责任，应该多包容。来，我们听听这个女生的观点啊。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在一起，因为毕竟有了孩子嘛，我觉得一个家庭还是应该有一个完整性。我是搞错了吧？我看那个比例数是75%的人不原谅不看好，我怎么问的100%都是既原谅又看好啊？所以人家说嘛，知易行难啊。没有关系，我们一点一点的来，先把一些固有的一些想法能打破了，重新换角度看问题，其实也是一个进步。接下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。5、4、3、2、1。杰利亚提醒您，精彩栏目稍后继续。杰利亚提醒您，精彩栏目马上开始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来，没事儿。我看看男生箱子里留的什么秘密。男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。男生是这么说的：有一次因为长期在外地奔波应酬，我得了阑尾炎，住院1个星期，一个人做手术，很痛苦也很无助，但是怕你担心，这些我都没告诉你。还爱他吗？爱自己的女儿吗？爱自己吗？好吧，先学会好好爱女儿，好好爱自己。我真的知道我错了，我真的想把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时间会给你机会的吧，向时间要机会，好吗？来，
有什么话你面对镜头跟他说啊。虽然我们的节目可能录制到这儿，但是你们的生活还得继续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应该抱怨你，也不应该去接受别人的帮忙，但是我真的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以女儿为桥梁，慢慢来吧，有很多事情需要时间去打磨，好吗？谢谢你啊，来，请飞，请飞。